公司最近翻新装修，小涛自告奋勇要当负责人，结果这小子直接给公司拆成毛坯房了。我们早上一来一看，公司没了。那老板说了要简单低调，要有家的温暖。那我寻思我家就挺温暖的，就照着我家装的。那真正实现把公司当家，那你家也不至于住毛坯吧？这还行啊，这我家连窗户都没有。我们早上来上班，要不是看见门口那个军工大旗那个横幅，我们还以为公司又让人偷了呢。再说你拆就拆，你好歹给厕所留下吧。那厕所这样子整的蹲都没法蹲，我们怎么上厕所？这么夸张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了，这是厕所，这快冬天了，我嫌马桶拔屁股，这都给拆了。你这怎么上啊？我这扎着马步上来，这还是3连座的，你累了这还有支架，你套上就能用，就是得对准点儿。谁上厕所还跟人连座啊？还他妈3个，这真面对面快拉呀！他确实挺不靠谱的，当时怎么想到让他来装修呢？他跟老板吹牛逼嘛，说装修界有人，啥大项目都干过，给我们老板整的挺激动的。后来才知道他二大爷是个瓦匠，之前搁工地和水泥的，他确实挺不靠谱的。还行。既然没把握，为什么还要把这活接下来呢？那我都老员工了，我不要面子吗？再说了，老板好不容易器重我这么一回，你硬着头皮整呗。他们就是矫情。这装修我二大爷可是匠心之作，你看这玻璃严丝合缝的，这都好料。这哎，我二大爷整个豹纹的呢。那老板也不是没给你钱，你拆完你给装上了。那也不全赖我呀。老板一听说我有熟人，那预算给我缩了一半，我拆完一半都没钱装了。那电梯放那还没拆呢。你们老板知道这事儿吗？说错了，老板，在哪儿？这是我们的 family。公司去海边团建，我在车上睡着了。那同事们下车的时候没叫我，我一觉醒来，同事没了。我们忘了，那我记得我下车的时候，我还特意点了一遍名呢。我这名单点名都挺全的，我不记得落下谁了呀。哎，闯哥，你这后边还有一个。哎呦，这搁这儿。同事确实不是故意的。这怎么不是故意的？他写名单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闯哥，你把我写前面，别忘了。那我看他写第一个，我才放心走的。没想到他把我写背面了，那太侮辱人了。他平时就不合群啊，为了孤立我们自己坐最后一排吗？还睡着了，那没人提醒他不也很正常吗？那参加活动你这是自己睡着了坐过烂，能赖谁呀？那小孩啊，关键这也不是头一回了，每次团建他们都把我落下，我这次还特意留了个心眼儿，我睡前定了个闹钟，那不知道谁手欠给我关上了，太欺负人了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谁关的。我关的，我看他睡挺香，怕影响他休息。同事也是为了你着想。我用他们为我着想了，我醒来一打听，这大巴车都出省了，我光补票子补了1000多块钱，要不是师傅好心把我叫醒，我俩都要出国了。同事被你们落下，你们就没觉得少了点啥吗？少了点烦恼。那毕竟也是同一个公司的，你这团建这事儿少了谁他也不圆满的。再说你也看出来了，我们团建是少了他，我们玩的也确实不尽兴。没看出来。这咋的？他们还玩上了？这群狗东西，难怪我平时看不上他们。你赶紧让他们来接我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吃啥？吃碗啊？我帮你联系同事过来接你吧。不用，现在回去晚了，我原谅不了他们，我自己坐车回去。愿咋地咋地，那我们不管他了，我们玩去。走。创哥，你来接我呗。你搁哪呢？你到海边了吗？我没看着你啊。到海口了，我车坐反了。傻逼，我知道。公司今天发工资，我等1天了，都快下班了都没动静。我因为财务每个人都发了，说发到我这儿公司没钱了，那太欺负人了。他平时在公司就没啥贡献，净帮倒忙。他那拉他让一个客户谈不下来，我们挣的加起来都抵不上他亏损的。那公司效益不好，就刚好发到他那没钱了，这实属正常。你怎么没钱了？我看老板还给同事额外发的奖金，这么大公司就差我这仨瓜俩枣的吗？就没想过什么办法吗？想了，我找财务要钱，财务说公司资金不多，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什么意思？就说我是那个刀把，给我浪费钱。废物，你再说一遍。废物。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公司了？他在我们公司有个外号，客户终结者嘛，见一个黄一个。公司这点客户全让他霍霍了，你不和客户搞好关系，你说他能受人待见吗？谁说关系不好？那每次见客户都挺关心我的。那结束的时候我说再见，他说再见你。那这都关心我家里人了，那关系能不好吗？他在我们公司就跟个卧底似的，我们老板尝试过很多次把他引进到对手公司，都失败了。为什么？人不要啊，跟我们老板说这玩意儿自己留着。公司没客户，挣不到钱也正常。那不发工资我吃什么？你谈不着客户也不能把我饿着啊，你尽力了就行呗。那谈不着客户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？啊，一见客户脸不洗胡子也不刮，那人一看就觉得不靠谱啊。还挺好用，我拿走了。哟，刮胡子了，一下子清爽不少啊。是吧，老板？手动刮的。那我特地给你带了一个，我觉得他特别适合你这种有质感的男人。不错啊，放这吧。老板，我工资我正在算，你的工资比较复杂，不就1200吗？除去得给公司造成的损失，一共是负12万，你白干10年。能当我没来过吗？不能，
你为什么站着办公？站着能让我时刻保持清醒，不然犯困影响我工作效率。老板要选个人当经理吗？这小子为了表现，天天晚上加班还不要钱。现在老板把加班费都取消了，他这么卷就是不想给俺们活路。这下一步我准备睡在公司，上下班路上的时间能干不少活。老板说要把公司当成家。你这么内卷，不怕同事们排挤你吗？只有能力不足的人才会怕别人内卷。我认为划水摸鱼才是职场的不正之风。老板，我做的 PPT 发给你了，您过目一下。你刚才一直在通话中吗？汇报工作，看着没，他多能舔。原本公司就1天休息时间，现在因为他，大家周末都不用放假，都搁公司陪他卷。我是真想给他一个大嘴巴子。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遇见小涛以前，你是不是嘴角不打了？啊，让他给我气成半永久的了吗？下一步我准备主动提出降薪，拿出一半给公司节省成本，剩下的钱把公司电费交了。你这么卷，考虑过同事们的感受吗？我激发了他们的潜能，他们应该感谢我。我现在一个人能完成3个人的工作量。这么厉害？老板都打算裁员了。他那有啥难度？我上我也行啊。小涛这么内卷，老板没说什么吗？合理的内卷对公司是有好处的，但小涛是个例外。何以见得呢？老板，要不你别干了，我养你。你为什么在可乐里兑水？啊？他抠门呗，他自己发明的再生可乐，可乐喝一半兑满水，再喝一半再兑满水，一瓶可乐他喝1辈子，你那不虎吗？我这都跟庄子学的，日取其半，万事不竭，这都哲学，他不懂。你这拉倒吧，那他那个熊样，他哪像搞哲学的？他那这纯抠门吗？那不，他就属于上人那块吃烧烤，签子都给人哐哐撸冒个星那种。这也不叫抠门啊，你这叫过日子。我勤俭持家好男人。你再说了，我请他吃饭，他咋不说呢？你请他吃什么了？他请俺们喝口鸡汤啊，给俺们一人发1包鸡汤泡面料包，让我们自己出热水冲着喝，面都不带给俺们的。那我也是为他好啊，你营养都在汤里了。我还请他吃过自己做的臭豆腐，他也挑我毛病，那不就是故意排挤我吗？关键他做臭豆腐也舍不得买料汁儿，他那臭豆腐做出来还旁臭的，就他咋给豆腐入味的，我都不敢想。我用了独家秘方。好了，不用展示了。反正我觉得省钱人之常情啊，那女孩子都是喜欢这样的。你不觉得我很有美德吗？我觉得你很缺德。那就他那抠鼻搂手那样，谁能喜欢他呀？那上回让他陪客户吃个饭去，他带人家去煎饼摊吃煎饼，葱花都舍不得给人放。我这叫大道至简，那客户太肤浅了，领悟不到我这个境界。他都这么抠了，你还不管管吗？这是老员工了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我打算送他去我开的一家牛肉面馆，让他做拉面吗？让他切牛肉。你为什么被孤立到这边办公了？啊，都同事他妈抠搜的，那每回保洁阿姨刚换厕纸，他就偷摸顺他桌子上去。那俺们上厕所没有纸用，管他要他还跟俺们收费。你为什么这么抠门？那我的钱怎么花都我个人自由。再说钱这个东西该整整该花花，这都人之常情。那什么是该花的时候呢？我没有那个时候。我那天不感冒买个药，他说我冲动消费，偷摸拿我手机给退了，把药给退了，没给我烧死那天。那挺挺就能过去，买药不浪费吗？那你生病就不买药吗？不买，同事有。俺们欠他的，你说节俭俺们也提倡，但是能不能别那么抠啊？身上一件衣服穿2周他都不换，有没有2周？不止。那孩子要长蘑菇了，衣服我天天换呢，就我身上这款，我有10件一模一样的。买了10件，你这么喜欢这款衣服吗？就买过1件，但是假一赔10，我挑假货买的，买1件邮过来10件。老板要是像我这么节俭，那也不用天天自掏腰包了，公司都快黄了。那孙总就为了省电费，把他家冰箱搬公司来了，用那公司的电。我上良心吧，你就说，就搁那会儿呢。是雪糕吗？谢谢啊。15打开了退不了。那上回老板不过生日吗？俺们员工都送点小礼物啥的，小涛也送了，差点没给老板气死。好钢用在刀刃上啊！老板过生日，我就送了他3000万，聊表心意。这么多？千万要开心，千万要幸福，千万要快乐。你怎么被孤立到这儿办公了？他们都说我气场太强了，你不跟我坐一块儿。他那不是太强了，是气场太浓了。作为同事，我就没看过他换过衣服，就他那衣服都穿成限定皮肤了，也不洗澡。他们说你有味道，你怎么看？那叫男人味儿啊！而且专家都说了，洗澡太勤了不好。你看那小动物们都往泥巴里边钻，我这也是，我养着保护层，保护我玉体。保护啥呀？他臭烘的，那苍蝇站在身上都直撵脚呢。再说你见过哪个活人招苍蝇啊？那天老板还说你拿酒精给小涛杀菌，我先拉倒吧，再给小涛杀没了。那小子除了菌，他还剩啥了？没了，是吧？他怎么管这么宽呢？我这不都划清界限跑这办公了吗？你再说洗不洗澡都我个人自由，这样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吗？我很健康啊！你不信你检查检查。哦，我信我信。你看着没？自己味儿就味儿吧，关键他老爱往别人身上凑。就那天我搁那吃饭呢嘛，我没注意，这小子咵一下子就过来，就咵一下子给我熏的饭我都没吃，直接我给撇了。你就不能为同事们着想吗？我想了，我劝他们也别洗澡，他们都不听，就是故意排挤我。谁听他的？他他妈放屁一样吗？天天跟臭水沟里出来似的。要他往猪圈一趴，猪都得躲着，他信吗？老板没采取什么措施吗？唉。
都是老同事了，个人自由的事也不好强迫。不过我已经自掏腰包送他去做研究了。他能研究什么？被人研究啊，人体表皮污垢学。你为什么趴着办公？啊？他长痔疮了，同事们都知道啊，就他不好意思承认呢。他说的太难听了，我这叫直肠下端病理性肥大。再说时人久治，我长个痔疮人之常情啊。你能低点不？我直不起腰。啊，你是第一次犯痔疮吗？这我老毛病了，这床都是我单独准备的，方便清洗还能升降，要不你上来试试？不了吧？他能习惯俺们不行啊，他像一上厕所整的跟命案现场似的，喷的可哪都是，俺们进都进不去，多恶心人呐！说他也不乐意了，现在都不爱搭理俺们，不跟俺们说话。那是因为他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他怎么了？他知道我长了痔疮，他跑我跟前外放菊花台。我不寻思听听音乐能让他好的快点吗？要我说，你说得痔疮，要不你就回家，要不你就上医院，是不是？你这搁公司趴着算怎么事啊？既然已经这么严重了，为什么还要在公司挺着呢？我的工作岗位需要我责任心不允许我这么做。回忆一下，我要开始上药了。这熬抠门呗，这上医院做手术舍不得花钱，就搁那一趴蹭着，等老板给他报工伤呢，也不管他那屁股能不能受得了。你这不大智若愚吗？小涛对工作这么上心，老板没有表示吗？小涛的敬业精神确实让我非常感动，我已经自掏腰包请最专业的医生给他看过了。虽然情况比较严重，但还是出了解决办法。是什么办法？换个肛门。他们说你靠走关系才升职的。关系户呗，要不升职能轮到他吗？他是老板的亲戚吗？亲戚啥呀？他跟老板他妹儿处对象了，光宗耀祖了。这都是他们嫉妒。再说，你看我不像有能力的人吗？不像。他现在不和同事们坐一起了吗？哎，人家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拿桌子自己出去坐去了，集体合群吗？身份不一样了，和一般同事坐一块儿，外人容易误会。老板的妹妹能看上他，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？得罪过人呐。关键现在办公室也没人愿意搭理他，也不知道那小姑娘怎么就能看上他。就一到中午，天天就搁那块儿都给他对象打电话，腻腻歪歪，像舔狗似的。就搁那小屋，你去瞅瞅去。你吃榴莲，我会皮儿轻轻你下次进来敲门。你这着装怎么是西装配秋衣呢？我这不刚升职3天吗？网上买的衬衣跟发蜡还没到，这气质还没跟上。要不你们等我衣服到了再来。你现在有损我形象。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呢？那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丢饭碗。伙食采购呗，他给俺们订午饭的，一整就订点螺蛳粉、臭豆腐啥，谁愿意吃？没看俺们现在都搁家带饭呢，我饭盒呢。你知道大家对你有意见吗？他们就是嫉妒。那我升职根本就不是靠我大舅子的关系，大舅子就是我老板。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，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，就是气质没有跟上。能说说你妹妹和他怎么在一起的吗？我妹妹这个人比较暴躁，一般人受不了她，但是小涛不一样，她比较包容。她比较抗揍。你为什么在厕所办公？啊？他那屁像过期了似的，这现在又开空调，俺们也不能开窗户透气儿，俺们实在受不了他了。所以就把他撵到厕所了吗？这关键他现在他不光放屁呀，他是连吃带放的。螺蛳粉也不让吃，屁也不让放，管这么宽，总排挤我干啥呀？俺们也没排挤呀，这关键俺们是属于是紧急避险。再说我们是来干活来的，也不是来跑图来的。吃喝拉撒人之常情啊，谁放屁不臭？他就是矫情。他本来他就愿意吃臭豆腐、螺蛳粉啥的，本来就臭烘的。这回再经过他2次1加工，那放出来那不属于是二手屁了吗？那味儿呢？你说能新鲜吗？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同事们的感受吗？我找老板掏腰包给他们买口罩了，还想咋的？那咱还得再买批护目镜啊，他那玩意儿辣眼睛。他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我觉得他说话就是太夸张。哎呀，你这还行吗？小王来瓶水，喝点水压压。这小子是放屁挺隐秘的，他总在就是每一个动作掩盖下，他就偷摸补一下子。有一回啊，老板开会训俺们嘛，这小子补一个屁，直接给俺们跟老板都干冷静了。那他不想回来办公吗？他们总在这儿办公也不是个事儿，你这离这么远，哎，你别过来！他自己怎么没事呢？可能自己有耐屁性了呗。老板没采取措施吗？老板也愁呢，这现在物业都找俺们，说俺们这一层假完超标。都是老员工了，这也不能做太绝。我准备调他去公司铁军队。为什么？屁是可燃的嘛，给他后屁股点把火，他跑得肯定快。你怎么在楼道办公？啊？让我给撵回去的，他那嘴里把不住门，老跟领导打俺们小报告，多他妈烦人。那也不叫小报告啊，那叫汇报。我小学就是纪律委员，那老师和我最亲。关键这小子愿意添油加醋。我有一回点那个烤羊腰子，他妈到处跟别人说我肾虚，这事我也不知道啊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一来公司，那些女同事都朝我笑。我寻思咋的了？我桃花来了，都喜欢上我了，可能。后来我知道这笑话传开了。那我是有依据的，他冒虚汗。我看你好像也有点肾虚的样子。我想把你嘴封上。前天我在楼下不接那个招聘传单吗？那这小子看着他就非跟老板说我要跳槽，这整那些老板那天差点给我开了。他妈有的时候我真想给他声带给他宰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要是没那点破事儿，也不至于这么激动。他这么爱打小报告，老板应该挺喜欢他吧？也没有，反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老板那点小爱好，公司人全都知道了。什么小爱好？
老板又找了个漂亮女秘书，还送了个项链，新的。哎，都是老同事了，打打小报告也没什么听说你找了个漂亮的女秘书，啊。漂亮吗？我不知道她漂不漂亮，我这人脸盲，我更看重她的工作能力。还送了金项链，是自掏腰包吗？你们出去来，你们出去！哎，你是不是停着你的采访来，不要停！工作停！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听说你把老板气病了啊？那天开会，老板说自掏腰包给俺们发现金，完了这小子一句话给老板整抑郁了。他说啥了？我就跟他说，你都穷成啥样了，还自掏腰包，有你这么穷的老板吗？这么说不太好吧？我这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，我这个人就实诚。那也太实诚了，这小子加班做文件，半夜2点都得上老板门口敲门汇报去。我觉得身为一个老板，就得24小时待命，老板都不用上班，那也可以不用下班。他这么折腾，老板能忍吗？一直就想开他，这也没开成。要开也是开他自己，我这样的人他都把我面进来，说明俺俩水平相当啊。老板听他说他俩水平相当，当时就崩溃了，就给他找活，打击他的自信。效果如何呢？老板更崩溃了。那活我本来也不会干，我就说不会。老板没骂你吗？骂我干啥呀？我要啥都会，我就自己当老板了。你为什么要留着这样的员工呢？都是老员工了，再说他也……老板，你就不能带病工作吗？有点集体意识行不行？老板的病情加重了。其实吧，老板不来，我们也挺爽的。其实小涛这人还行，能处。等会儿，大家都听一下啊，小涛非要我上班，那这周大家都别放假了，陪我上班吧。我他妈今天必须真实他。哎，他妈像个你像个傻。听说你跟同事打起来了？还没打，不过也快了。这小子搁间房练2天，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现在看谁都不顺眼，就走道都得这么身肉，架着胳膊走，胳膊留这么大缝，都散味儿。你觉得健身有用吗？自从我健了身，同事们都不挑我毛病了，对我也放尊重了。我现在感觉自带气场，走路的带风。气场就是让人退避三舍的感觉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恶心到了。这压迫感啥压迫感？俺们躲了，是因为他身上有味儿。他那汗衫，咱第几期来的？第6期。他那汗衫6期没换了，一股泔水味儿，你闻不着啊？闻到了。健身的好处特别多，我现在感觉老有劲儿了。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你离远点儿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。不用了。教练说我是个好苗子，要重点培养我。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别人都收费3000，你呢？26000。教练会不会是根据难度收费的呢？啊？他膨胀他自己倒是行，那也别带上俺们呢。让俺们有一天陪重要的客户吃个饭嘛。这小子喝点啤酒，非要拉人家比划比划。他把客户打跑了？没有，没打过。完了，这小子挺不服，搁背后给人偷袭了。他偷袭了哪儿？拦着。哪儿？你就别问了，反正现在老板看我们都不是好眼神，老板都想把我们刀了。你给同事造成这么多困扰，老板没有意见吗？听他那意思，他挺支持我的。都是老同事了，强身健体的事，我怎么会不支持呢？我自掏腰包给他安排了一个金牌拳击教练下黑手，这个是生死状。